新加坡全球最贵城市，房价、车价、物价样样都贵，一杯咖啡都可能比别的国家贵上1倍。可奇怪的是，新加坡人不仅能过得下去，还能存下不少钱，甚至人均存款率不低。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新加坡的存钱秘诀。新加坡人之所以能存钱，第一大原因就是中央公积金制度 CPF。这套制度规定，每个工作者必须把工资的一部分存入公积金账户，雇主也会额外缴纳。这些钱不能随便提取，而是分为3类。普通账户 OA 主要用于买房和投资，特别账户 SA 专门为退休养老做准备，医疗账户 MA 用来支付医疗和保险开支。换句话说，公积金制度等于强制存钱，让人们无法把工资一次性花光。这和很多国家不同，在新加坡，即便你消费能力再强，也必须先把一部分钱存起来。这种制度性的约束保证了新加坡人在高消费环境下仍然拥有长期积蓄。在新加坡，大多数人一生中最大的投资就是房子。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公共组屋 HDB 覆盖了超过80%人口。人们买房时，大部分贷款和月供都可以用 CPF 支付。这样一来，存款不只是放在银行，而是直接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房子。更关键的是，这些房子不仅能住，还能变现。等到年纪大了，可以出售原有的祖屋，换一个更小、更便宜的房子，把差价当作养老金，或者直接把房子出租，获取租金收入。这种住房及财富的制度设计，让新加坡人的财富积累几乎是强制性的。存钱等于买房，买房等于存钱。即便在消费昂贵的城市，新加坡人也通过住房政策，把财富稳定在资产上。除了制度，文化也是关键。新加坡人普遍有一种务实节俭的生活态度，他们在日常消费上非常精打细算，超市里抢折扣，出门前比价购物都是常见习惯。很多人愿意选择公共交通，而不是买昂贵的汽车。而在理财方面，新加坡人也相当积极。除了依靠 CPF 积蓄，他们还会投资股票、基金，甚至使用 CPF 里的钱进行低风险投资。这种储蓄加理财的组合，让新加坡人的财富不仅仅停留在存钱，而是能持续增值。可以说，在新加坡，节俭不是吝啬，而是一种生活智慧。理财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是全民的共识。表面上看，新加坡是全球最贵城市，但背后其实有一套完整的理财逻辑。第一，政府制度帮你强制存钱，让你没法提前透支未来。第二，住房政策让财富和资产绑定，把房子变成储蓄罐。第三，社会文化强调节俭和理性消费，避免盲目攀比。这3股力量叠加，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即便日常开销高，人们依然能积累财富，生活也能稳中有余。这套模式让新加坡人在高成本的城市环境下，依旧保持相对健康的财务状况。所以外界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新加坡那么贵？但新加坡人还能存下钱。新加坡的存钱秘诀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想在高消费的城市里依然存下钱，靠的不是奇迹，而是制度、文化和习惯的合力。制度上强制储蓄，让你先存后花；文化上节俭务实，让你少花不必要的钱。这3点结合起来，新加坡人就算在全球最贵城市，也依然能积累存款。对其他国家和个人来说，这种模式未必能完全复制，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思路。想要真正有钱，不是靠短期爆发，而是靠长期规划。理性消费、强制储蓄和适度投资才是最可靠的财富路径。从全球最贵城市到高储蓄社会，新加坡的故事告诉我们，财富不是花出来的，而是存出来、管出来的。制度帮你守住底线，文化让你保持节制，理财让你稳步增值。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请点赞、分享给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内容。